在中国西南的怒江大峡谷里，曾经生活着一个民族，他们每天上学、赶集，甚至结婚，都必须先完成一件事：从一条钢索上划过几百米深的峡谷。峡谷两侧是陡峭的山崖，脚下是奔腾的怒江水，一旦失手就是万丈深渊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这几乎是他们与外界唯一的联系。这里没有桥，也很少有公路，许多村庄被高山和森林包围，与外界隔绝。直到几十年前，这里仍然像是另一个世界。生活在这里的是中国人口最少的民族之一——怒族。但这个民族有一件怪事，他们内部有4种语言，彼此完全听不懂对方说什么。福贡的怒族听不懂贡山怒族的话，兰平的怒族和他们谁也说不上话，可他们却被认定为同一个民族，这是为什么呢？答案就藏在这片峡谷里。在外界的记忆中，这里曾是一个几乎被群山封闭的地方。在过去很长的历史里，他们主要生活在中国云南西北部怒江两岸的深山之中。这里属于横断山脉地区，是亚洲地形最复杂的山区之一。怒江从青藏高原南下，在群山之间切割出一条巨大的峡谷，两岸山峰高耸，落差往往达到几千米，很多地方山顶与江面之间的高度差超过2000米。从高处俯瞰，怒江像一条深绿色的裂缝，穿过层层叠叠的群山。他们没有自己的文字，长期以来交通也极其困难。这里几乎没有平坦的土地，也很难修建道路，许多村庄只能建在陡峭的山坡上。人们出门需要沿着狭窄的山路行走几个小时，甚至步行几天才能到达。在这样的环境里，一条江就足以把2个村庄完全隔开。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，怒江既是生命之源，也是难以跨越的屏障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人们想要从江的一岸到另一岸，只能依靠一种特殊的方式——溜索过江。在怒江大峡谷的许多地方，人们过江并不依靠桥梁，而是依靠一种看起来十分简单却又惊险的装置——溜索。一根钢索横跨在江面上，两端固定在山崖或木桩上。人们把滑轮挂在钢索上，再用绳索固定身体，然后顺着钢索滑向对岸。脚下是汹涌的怒江水，江面宽阔而湍急，峡谷深处回荡着水流的轰鸣声。从高处看下去，江水像一条奔腾的银色带子，在群山之间翻滚。但对当地人来说，这种看似危险的方式却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孩子上学要过江，村民赶集要过江，甚至有人看病办事也要靠溜索往返两岸。很多老人回忆，过去怒江两岸几乎没有桥梁，对于生活在山谷里的村庄来说，溜索几乎是唯一通往外界的道路。在怒江流域曾经有上百条这样的溜索，其中一些甚至已经存在了几十年。对第一次见到它的人来说，这是一种令人紧张的体验，但对怒族人而言，这是从小就习惯的生活方式。在怒江大峡谷深处有一个叫沙瓦村的地方，这里的人把溜索用到了另一种程度。沙瓦村建在怒江一侧的山坡上，房屋依山而建，一层层延伸到密林深处。从江边望上去，村庄隐约藏在树丛之间，几乎看不见。从最近的公路到村口6公里山路，垂直爬升800米，没有车，没有马，只能靠2条腿。村里有个叫菠萝的男人，有一年家里的冰箱坏了，他没有别的办法，只能把冰箱背在背上，走下山去城里修，修好了再背着上来。回到村里的时候，他累得在床上歇了好几天。一台冰箱就是这座山给人的答案。但在沙瓦村，一个男人能不能立足，不只看他扛不扛得住这座山，还要看他会不会用弩。在怒江大峡谷有一句话流传了很多年，不会用弩不算男人。村里的男人农闲时会背上弩箭，走进更深的森林，山羊、野猪、飞禽，凡是能猎的都是口粮。在那时，森林几乎就是村庄的另一座粮仓。在怒江大峡谷有一句话流传了很多年，不会用弩不算男人。怒族男人何勇从记事起就跟着爷爷学射弩，爷爷教父亲，父亲教他，他再教儿子。家里只有一条规矩，我们这个农村的道理、道德、礼貌不能丢，打这个弩工必须一代一代做下去。30米外箭无虚发，何勇家的房梁上至今挂着祖辈猎回来的兽皮和头骨，每一张皮都是一次搏命，每一具骨都是一顿口粮。但弩工还有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用途，架溜索。怒江两岸悬崖对峙，江面湍急，想在两岸之间拉起一根钢索，第一步是把细绳送到对岸。没有桥，没有船，怒族人的办法是用弩弓把绑着细绳的箭矢射过江去，细绳拉粗绳，粗绳拉钢索，一条横跨怒江的溜索就从一支弩箭开始。一张弓打出食物，也架起了通往外界的路。后来山里划了保护区，不能再打猎，
弩弓失去了最原始的用途，但在何勇手里，他从来没有放下过。有些东西已经刻进血液里了。几年前，一支纪录片摄制组背着设备走进来，他们住下来，一住就是5个月。镜头里记录下来的是这个村庄最真实的样子。29户人家全部是贫困户，人均年收入不足3050元。村里有一户人家叫波伊斯，一家5口，每天的主食只有一样，包谷稀饭。山坡上的地是用刀耕火种的方式种出来的，先砍树再烧荒，然后播种。1亩地一年只能收200斤粮食，不够吃就靠国家救济，年复一年。那一年，二女儿李红梅病了，波伊斯很着急，但下山看病意味着要走6公里山路，过溜索，然后再走几个小时，来回至少2天。家里的老人给出了另一个答案，他是被山鬼附体了，要请山鬼吃鸡喝酒才能把病驱走。在怒族人的世界里，万物皆有灵，山有山鬼，水有水鬼，路也有路鬼。生病、出行、播种、狩猎，每一件大事背后都站着一个看不见的神灵。这不是无知，这是大山给这个民族留下的理解世界的方式。波伊斯会做打比亚，那是怒族的传统乐器，由木头手工削成。有一年，乡里来了一笔订单，要是把打比亚琴每把10元，他花了2天做完交货，100元揣进口袋。那是他这辈子第一次靠手艺赚到钱，但高兴没持续多久，他想到了女儿。大女儿读到小学4年级辍学了，二女儿一天书都没念过。这件事在他心里压了很多年。怒族每家都有一个火塘，一年4季火不熄灭，不只是取暖，不只是做饭，火塘是这个家的中心。老人坐在这里，把祖先的故事讲给孩子听。没有文字的民族，靠的就是这一圈火光，把记忆一代一代传下去。那时候的沙瓦村就是这样的，大山像一堵墙，把这里和外面的世界隔开。墙里面的人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样子，墙外面的人也几乎不知道这里的存在。10年后，摄制组再次回到沙瓦村，村子里通了电，电灯取代了火塘照明，电视里播放着外面世界的样子。但变化最大的是波伊斯的身份，他不再是那个靠山吃山的猎人了。1999年，沙瓦村所在的鲁门寨被划入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。从那一年开始，波伊斯成了一名天然林保护员。他负责管理附近2片山林，总计9559亩。国家每个月给他180元津贴，但有一件事他心里一直过不去，房后那片山地要退耕还林了。那是一家人种了几十年的地，玉米、荞麦、土豆全靠这片地活着。波伊斯常常站在田边，一站就是很久，舍不得，但他也知道这是对的。我这个时候退耕还林了以后，我们的孙子那一代就好过了。刚种的时候没有效益，但过了5、6年就有了。一个从来没读过书的山里人说出这句话不容易。他和保护区内127户村民签订了爱令公约，每到星期天，村民做完礼拜，他就站出来讲保护野生动植物，讲森林和水源的关系。这个曾经带着弩弓深入森林的猎人，现在成了森林的守卫者。同样的转变也发生在何勇身上。他从小跟着爷爷学弩弓，房梁上还挂着祖辈打回来的兽皮和头骨。但现在他也成了护林员，每个月巡山2天，发现火情就立即扑灭。弩弓还在，只是以前用来打猎，现在用来吓退偷猎者。从猎人到护林人，不只是波伊斯和何勇2个人的转变，是整个怒族都在经历的一场改变。大山还是那座大山，只是人和山的关系悄悄换了一种方式。护林是护林，日子是日子。这座山给怒族人的远不止木材和猎物，几千年住在峡谷里，与外界隔绝。怒族人靠着大山发展出了一套外人看来匪夷所思的饮食方式。第一样是用石头做锅。怒江两岸有一种质地绵软的叶眼，怒族人把它凿成薄片，架在火上，就是一口天然的炊具，不用放油，不会粘锅，受热均匀，捞出来的粑粑外焦里软。这种做法在怒族已经延续了上千年。第二样是用有毒的植物榨油，漆树碰了会过敏，严重的会发烧。但怒族人发现漆树的果实鸟吃了会变肥，鸟能吃，人也能吃。果实榨出来的漆油常温下是固态，像动物脂肪，高热量高蛋白。在这片山地常年劳作消耗极大，漆油是怒族人最重要的能量来源之一。坐月子的妇女，跌打损伤的男人，喝的都是漆油炖的汤。第三样是用酒代替水来烧菜。怒族有一道菜叫夏拉，做法和其他菜一样，唯独锅里加的不是水，而是白酒，而且不能烧开，烧热即止。端上来，酒香混着肉香，第一口下去，
白酒直冲喉咙。这道菜是怒族招待客人的必备，也是哺乳期妇女的滋补品。怒江常年云雾缭绕，湿气极重，以酒入菜，驱风散寒，是这片土地教给怒族人的生存智慧。石头围锅，毒树榨油，以酒代水。外人看来不可思议，但在这片峡谷里，每一样都有它的道理。大山封住了出路，却也逼出了一套只属于怒族的活法。但这样的日子就要走到头了。2018年，怒江边建起了一个叫指挥田的安置点，11栋楼房，340户人家，1204名村民，他们来自周边8个村庄，其中就有沙瓦村，何勇一家也在其中。从悬崖上的村子搬到了江边的楼房。第一晚，何勇睡不着，不是因为兴奋，是因为不习惯，太高了。他站在阳台上，看着对面的山，那是他从小长大的地方，但孩子有幼儿园了。女儿每天早上背着书包走进去，有老师上课，有小朋友一起玩。何勇有时候会站在幼儿园门口看很久。他爷爷种地，他爸爸种地，他也种地，但他说娃娃必须要读书，必须有这个幼儿园。妻子在安置点的扶贫车间上班，缝棒球，缝一个2.5块，没有数量要求，缝一个就有一个的钱。去年夫妻俩在车间挣了2.2万，对一个曾经人均年收入不足3050元的家庭来说，这个数字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。但何勇还是要回山上去。山上有18亩包谷地，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，全家搬下了山，但这片地他不敢丢。从安置点回山上要走3个小时的山路，雨季的时候路被雨水冲毁，要用锄头一段一段开路。农民不敢离开土地，这话里有一种无奈，也有一种倔强。每次下山回到安置点，看着女儿从幼儿园跑出来扑进他怀里，他又觉得一切都值得。搬迁前，沙瓦村的人出门靠人背马驮，过江靠溜索，看病要走2天山路。搬迁后，楼房、幼儿园、医院、超市全在脚下，收入从靠救济到年入2万以上。一代人的时间，2种完全不同的活法。何勇一家的搬迁看起来只是一户人家的故事，但放在更大的历史里，这其实是整个怒族的缩影。怒族是中国20个直过民族之一。所谓直过民族，是指1949年以前还生活在原始社会末期的民族，刀耕火种，人畜混居，义务，很少用钱。生病了请巫师驱鬼，出行靠溜索，狩猎靠弩弓。他们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，也没有经历过封建社会，几千年的文明进程，他们被隔绝在群山深处，仿佛被时间遗忘。然后1949年来了，从原始社会末期直接迈入了社会主义社会，一步就是上千年。波伊斯记得年轻的时候，怒江对面有一座县城，必江县城。他常常站在山坡上，看着对面山上的炊烟发呆，那是一个他从未去过的地方。后来有一天，炊烟消失了，再后来他接到通知，必江县被撤销了，原因是山上的树木被大量砍伐，科学家预测会有泥石流和山体滑坡，整座县城就这样从地图上消失了。波伊斯所在的村子被划入了福贡县，这件事对波伊斯震动很大。一座县城因为失去了森林，就从地图上消失了。他开始明白，人和自然之间有一条不能越过的线。这也是为什么当退耕还林的通知下来，他虽然舍不得，但没有拒绝。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，怒族人用了不到1代人的时间，走完了其他民族走了几千年的路。这条路走得快，也走得沉。现在可以回到开头那个问题了，为什么4个说着不同语言的人会是同一个民族呢？答案藏在一段长达2000年的迁徙史里。先秦时期，甘肃、青海一带的羌族开始向南迁徙，他们翻越雪山，穿过峡谷，一路进入云南，来到怒江和澜沧江两岸。这支人群就是怒族最早的先民，但迁徙没有就此停止。第一次大离散发生在隋朝以前，其中一支继续向西向北进入怒江北部，他们与当地土著融合，定居在贡山，形成了今天的阿农支系。继续北上的另一支则在福贡落脚，形成了阿怒支系。第二次大离散发生在宋朝，留在澜沧江两岸的主体人群开始向西迁徙，其中一批先到达怒江，进入福贡枇河乡，成为怒苏支系；另一批直到宋末才抵达，沿途与白族、傈僳族、汉族融合，在兰平定居，形成了弱柔支系。4拨人走了4条不同的路，在不同的时间、不同的地方落脚，和不同的民族打交道。千百年的隔绝让他们的语言渐行渐远，直到彼此再也听不懂对方。但有些东西始终没有变，他们的根都是古羌族南迁的后裔。
溜索、弩弓、火塘、达比亚4个支系都有，一样都没少。他们都相信万物有灵，都敬畏祖先，都在怒江流域世代为邻。语言走散了，但这些东西谁也没有丢。1953年，全国进行民族识别，光是云南一省就有260个自报的民族名称。经过长达26年的调查和识别，最终确认为56个民族。这4个支系被合并认定为同一个民族——怒族。语言不同，但根是同一条。走散了2000年，却还是一家人。在怒江大峡谷的另一侧，有一个叫老母登的村子。在怒语里，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让人喜欢的地方。村子坐落在海拔1800米的山坡上，常年云雾缭绕。2004年以前，这里和沙瓦村没有太大区别。破旧的竹楼，四处漏雨，没有卫生间，没有外人来。那一年，一群摄影师路过，觉得风景绝美，但没地方吃住。他们建议村里一个叫雅珍的女人开一间小客栈。一开始只有偶尔1、2个背包客，客人帮他在网上宣传，1传10，10传100。亚珍有个特点，爱唱爱跳，客人来了，他就叫人家唱怒祖歌，跳怒祖舞，用漆油鸡和石板烙粑粑招待人。住不下的客人，他介绍到其他村民家，还亲自过去帮忙。2015年，他用无锡贷款盖了4层小楼，每个房间都有卫生间。如今，老母登已经有33家民宿，每年接待游客超过6万人，村民人均收入从2000元涨到了3万以上。村里的茶叶也出了名，海拔1800米的高山茶，3000多亩茶园，最贵的卖到3000元一斤，年产值3200万元。村子富起来了，但有些东西钱买不回来。玉武林土生土长的老母登人，19岁出去，在外面表演怒族歌舞，发现很多人根本不知道怒族是什么，于是他决定回来。回来之后，他开了一间网红客栈，又办了一间传习馆，免费教村民弹达比亚、吹笛子、跳舞。从无人会到现在超过120人能跳能唱。他最想传下去的是仙女节，每年农历3月15，怒族人会聚在一起，纪念一个叫阿荣的姑娘。传说他为了让两岸村民不再被怒江阻隔，发明了溜索，让人们第一次得以飞越峡谷。阿荣死后，人们在这一天献花、饮酒、骑马射箭，年年不断。2006年，仙女节入选国家级非遗。达比亚舞2014年也入选了，但会跳的却只剩老人了。玉武林教了120个村民，可连他自己的3个孩子都不太愿意学。游客越来越多，老母登越来越热闹，但那些只有怒族老人才会唱的歌却越来越安静。怒族没有文字，所有的历史、歌谣、习俗全靠口口相传。老人还在，这些东西就还在；老人走了，就跟着进了坟墓。一个村子富起来了，但有些东西正在悄悄地离开。何勇每周还是要回山上去，18亩包谷地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，他不敢丢。从安置点走回山上，3个小时的山路，雨季路被冲毁，要用锄头开路。下了山，回到安置点，女儿从幼儿园跑出来。他说他希望女儿读到大学，能坚持就坚持。波伊斯的小女儿李玉花已经考上了乡中心小学，成绩全年级第2。但波伊斯心里始终有个疙瘩，3个都是女儿，将来嫁了人，这个家要谁来撑呢？他说不清楚，只是觉得心里空了一块。老母登村的玉武林每天都在这种矛盾里生活，游客带来的热闹和传统正在消失的安静同时存在在这个村子里。溜索只剩6队，成了旅游体验项目。弩弓不能打猎，只能表演。年轻人说汉语，老一辈的怒族话，他们能听懂，但开口越来越难。搬迁后的村落留下来的大多是老人，但也有些东西是真的变好了。路通了，从溜索到大桥，再到高速公路；房子好了，从茅草竹楼到楼房；孩子读书了，从文盲到能上大学；收入高了，从靠救济到年入数万。何勇说，样样都好了，但打弩弓这件事必须一代一代做下去。这句话他说得很认真，像是在讲弩弓，又像是在讲别的什么。回到开头那个问题，为什么4种语言不通的人却是同一个民族？何勇说祖先是谁，他说不清楚。户口本上写的是怒族，说的是汉话，过的是现代人的日子。波伊斯说他希望孙子那一代生活能好过，但他们的传统文化一定要传下去。玉武林说他感觉怒族是古老文明的延续。3个人3种答案，但他们都还在这片峡谷里。2000年前，他们的祖先从遥远的北方出发，翻越雪山，穿过峡谷，在怒江两岸扎根。1000年前，4支人马走散，语言渐行渐远，再也听不懂彼此。70年前，从原始社会直接迈入现代，一步跨1000年。今天，溜索变成了景点，弩弓变成了表演，达比亚的琴声只在老人手里还算流利，
但每年农历3月15，篝火还是会点起来。阿龙人、阿努人、努苏人、若柔人从四面八方赶来，语言不通，但达比亚琴声响起，所有人都能跟着跳起来。那旋律是刻在骨子里的，不需要翻译。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70年，从6所到大桥36座，从贫困到小康，人均收入翻了15倍。从4个支系到1个民族，36575人，这就是怒族。从悬崖上走来，住进云端的民族36000多人，散落在峡谷深处，语言走散了，根还在。本期眼见中国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如果喜欢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和转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